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政坛和舆论一些人使用所谓“去风险”的新词来替代原来的脱钩的说法。中方早就揭露，所谓的去风险就是去机遇。实际上，欧洲权威智库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证实，经贸数据不支持所谓的去风险化。恰恰相反的是，中欧尤其是中德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在欧洲经济遭遇能源短缺、通胀高企等俄乌冲突外溢效应风险的时候，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有力支撑了欧洲经济的运转。今年6月，欧盟峰会联合声明首次提出所谓的去风险说法，声称一方面支持继续保持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则要减少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7月中旬，德国政府发布史上首份全面对华战略文件，长达64页，也提到所谓去风险，但不追求对华脱钩。报告显示，中国是德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但中国对欧洲的依赖在不断下降，而德国对中国的依赖近年来却不断上升。德国政府敦促与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加强风险分析，还计划调整对华出口管制清单。但各种统计数据显示，所谓的去风险只是一些政坛人士一厢情愿的口号。欧洲权威智库德国经济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德经济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2022年，德国对华出口增长3.2%，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了34%。报告结论认为，德国对华贸易丝毫没有降低风险的迹象，但观察认为，这意味着强行去风险根本行不通。德国经济研究所报告显示，去年该国对华贸易逆差上升至约840亿欧元。分析指出，德国也是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造成德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去年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发起超过10轮制裁，引发能源价格和通胀飙涨。本地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到企业难以接受的程度，因此企业主们决定扩大对华进口来维持正常生产，并使德国的商品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实际上，为了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舒尔茨访问北京时，就带来了12家德国知名企业的高级商业领袖代表团。德国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德国从中国进口增幅最大的是化工产品。以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去年因为德国的天然气价格高得离谱，该公司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全球最大一体化项目陷入运营危机，甚至一度发出停产的警告。因此，德国企业选择从中国进口替代品。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还证实，2022年德国用于数字化和碳减排的稀土产品中有超过90%来自中国。分析认为，如果不是中国质优价廉的原材料支撑了德国的工业体系，德国 GDP 恐怕很难维持1.8%的增长率。从中国进口必要的商品对德国来说不是所谓的风险，不仅支撑了该国经济较为平稳运行，还对德国完成减少碳排放和数字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遗憾的是，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报告得出的一个结论却是对该国经济日益依赖中国发出警告。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的是德国最大、最权威的经济研究机构，长期为德国政府制定经济策略提供支持。政府的意图却与经济界的现实背道而驰，因为我们看到呢，目前中德的贸易额是依旧在上涨，那同时呢，中德之间的相互的投资的数字呢也比较喜人。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样的政治化的施压，实际上呢没有对企业界的行为产生真正的引导性的作用。那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反映出目前中德关系里面政治相对趋冷，但是经济依然火热的现实。实际上，对于欧洲兴起的所谓去风险谬论，中国外交部早在7月时就回应称，以去风险降依赖之名行竞争和保护主义之实，将正常的合作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只会适得其反，人为制造风险。深圳卫视注意到，德国企业长期受惠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积极维护者。德国知名汽车品牌奥迪近日就强化与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德国之声电台报道称，奥迪计划首次采用在华合作伙伴上汽集团的技术平台，最早于明年在中国生产2款电动汽车。这意味着未来奥迪的4环标志后面运行的是中国企业的技术，这在奥迪品牌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但奥迪 CEO 马库斯·杜斯曼强调，与中国企业合作是奥迪未来发展的关键。
外界注意到，德国商界与红绿灯政府中的部分官员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增大，而德国经济却不断亮起红灯。近期，国际权威经济组织不断下调德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认为，2023年德国经济总量将萎缩0.3%，而中国则为增长5.2%。而作为一个显示制造业复苏态势的关键指标，德国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初值仅录得38.8%，刷新2020年7月以来新低。一般认为，这一数值高于50，显示制造业将向上发展，而德国7月的数值竟然低于荣枯线11.2个百分点，这也难怪全球经济界都对此大感震惊。分析认为，德国经济不景气与该国的红绿灯政府对华关系踩刹车，企图推动去风险化有直接关系。对于德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体而言，打开门做生意，遵守市场规则是王道。中国巨大的市场重要性毋庸置疑。德国政府试图给连续第6年排在首位的贸易伙伴国制造贸易障碍，实属不明智。有德国媒体认为，任何想让德中经贸关系疏远的离心力，都比不上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吸引力。德国《明镜周刊》近日也反思该国的经济前景，发文指出，试图通过贸易壁垒来降低政治风险，本身就是一种风险，道理并不复杂。跟随美国强推所谓友岸外包、供应链重组，势必造成全球贸易流动受阻。对企业来说，开发新的、更加分散的供应链将大幅提高成本，很多企业会因此一蹶不振，甚至走向消亡。德国大荷兰人公司中国区总裁本斯说，不与中国合作才是企业发展最大的风险。中德之间在供应链和产业链各个环节之中咬合的相当的密切。比如说，一辆电动汽车，它里面很多的零部件呢是产自于德国的，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其他的包括电子的器件是来自于中国。这样的一种密切的产业内的合作呢，标志着中德贸易额在未来还有可能会再创新高。如果说政治方面的强行的施压干扰企业的自主运行，对于德国经济来说呢，并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另一大国法国就不赞成去风险。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上周来华出席中法财经高层对话，他表示，数月来在西方屡屡提及的去风险一词，并不意味着中国是风险。他强调，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是幻想，是不现实的。法国完全反对脱钩的想法。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访问欧洲时也明确提出，在相互交织的经济世界中，脱钩是一个伪命题。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近来在11个欧盟国家对1.6万人展开问卷调查，多数受访者认为，欧洲应该与中国保持良好经贸关系，在政治问题上不应在中美间选边站队。实际上，中欧之间，无论是在传统的制造业还是在服务产业方面呢，都存在了广阔的合作空间。外界还注意到，与欧洲企业家的选择一样，美国企业在对华投资和贸易这件事情上的热衷程度甚至更高。继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美国商界大佬纷纷访华寻找商机之后，近期美国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决定在深圳设立一个新的创新中心，来加强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这是美国芯片产业在美中关系恶化、华盛顿不断升级芯片出口限制的背景下的重大决定。据悉，英特尔在深圳投资的英特尔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将聚焦人工智能、芯片应用开发、边缘计算、数字化发展等前沿科技领域。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企图打破中美半导体产供链秩序，已经给英特尔等美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英特尔中国业务2022年财报显示，去年该公司在中国少赚了58.36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了近1/3，造成英特尔母公司业绩大幅下滑。